新约圣经有两个主要的题材，一个是叙述文，另外一个是诗篇。那如果我们看出来积记14章、1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题材就在彼此的旁边。14章是叙述文，而15章是诗歌。那么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圣经要重复的把一个事件用两种不同的题材来带出来呢？其实它有它的用途。为什么？因为其实叙述文和诗歌它们是相当不同的。首先我们来谈谈诗歌。诗歌基本上很多时候呢，需要我们去想象。诗歌通过想象力呢，来帮助我们明白这圣经里头神要告诉我们的观念。打个比方，刚才我们看的出埃及记第15章，在那里你看神要我们想象，或者你可以说摩西要我们想象，通过摩西的歌，想象耶和华是我们的战士，他是我们的战神 ，He's our warrior God。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在第3、第4节，你看这个战神，怎么样的打败法老？他把法老的车辆、军兵都什么呢？抛在海中。他特选的这些军长呢，都被这个战神而沉于红海。这是诗歌要我们想象的。诗歌通过这个方式呢，把这叙述的里头那个默默在幕后工作的神，把它放在前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积极的。我们的神在整个事件当中，他犹如一个勇士在保护以色列人。这是第一。诗歌也让我们通过我们的情感来教导我们，通过我们的情感来教导我们 use our emotions to teach us。它不仅仅用我们的想象力 use our imaginations to teach us， 它也用我们的情感来教导我们。你说有什么情感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到了一段日子的时候，你发现在人生的这个道路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心情。有时候我们是开心的，有时候我们是放心的，有时候我们是担心的、伤心的、亏心的、烦心的、挂心的、欢心的。所以当你走进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在诗篇这本书里头呢，所有的心情都在这个诗歌里头找得到。当你伤心的时候，你可以用诗歌；当你挂心的时候，你可以用诗歌；当你担心的时候，你可以用诗歌。所以这就是诗歌的好处。所以当我们对比这叙述文和这诗篇的时候，它至少有三大方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你看这诗歌的时候，希伯来文的诗歌，它首先呢是非常简短的。非常简短化的 terse。 所以如果你注意诗歌的题材的时候，你发现一般诗歌它的章节呢都是比较短的，比较少的。这是第一。而第二呢，这希伯来文的诗歌有一个观念是我们这华人的诗歌或者英文的诗歌比较少会想到的。那个叫做平行体。英文叫做 parallelism， 平行体。所以待会我们来解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希伯来文诗歌是非常依靠形象的。你可以说它是非常形象化的。希伯来文诗歌 use a lot of imageries， 很多很多的形象。所以我们一一的来看这三大独特的地方。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希伯来诗歌呢，其实它简短。换句话说，如果你读所有的诗篇的时候，你发现一节经文呢，一般字是不多的，它不太像叙述文。有时候叙述文它一节经文可以好一些字，但是这希伯来文诗歌一般字是不多的。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你留意看这出埃及记14章的时候，在希伯来文的原来的圣经里头，希伯来文的出埃及记14章是个叙述文，有大约400个希伯来文字。但是如果你看摩西写的诗歌，他的希伯来文字呢，大约150个字，看到没有？
从400个字到150个字，这是相当普遍的，相当普遍。这是第一个诗歌是简短的，Psalms are very terse, very short。第二呢，就是我们讲的平行体，平行体 parallelism。所以当我们谈到平行体的时候，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意义上的平行体，意义上的平行体，在意义上的平行里头，也有可以分同义的跟反义的。我们来试试看。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当你读一句诗歌的时候，它一般有上半段和下半段，上半段和下半段。所以这上半段和下半段的那个关系是什么呢？上半段和下半段的关系就是这第一行其实带出一个概念，而来到第二行的时候，他就把第一行的概念往前推一点。我再说这一次，所以第一行它一般会带出一个观念，而第二句话呢，它就会把第一句话的这个概念往前推，多推一点。所以有时候英文我们说 What's more？ 还有什么呢？所以第一句话讲完过后，你就得想还有什么呢？这就是第二句话的目的了。第一句话讲完了，还有什么 ？What's more？ 过后第二句话就来了。所以可能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来试试看。如果我们看诗篇比如24篇的时候，第一句话是谁能登耶和华的山？问号。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谁能上耶路撒冷？谁能上锡安山？一座山谁能走上去？谁能上这座山？这是第一个概念。但是如果你留意第二句话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概念往前推了一点继续说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所以诗人告诉你和我，不只是上山，而且到了山上要去一个地方，站在耶和华的圣所，站在耶和华的会幕，站在耶和华在的地方。谁可以？只是我们都不可以。看到没有？这诗人让你和我借着这平行体，同一平行体，把第一个概念通过第一句话让这个概念往前推。所以这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的。打个比方，我们来一个简单一点的诗篇23篇第一节，我们都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第一句话，它带出一个概念。但是来到第二句话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概念往前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还有什么呢？ What's more？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什么都不缺，我满足了，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看到吗？这是希伯来文诗歌他写作的这个独特的方式，通过平行体，意义上的平行体，所以这是统一的。耶和华是我牧者，和我必不致缺乏，他们的意思是相同的。不过概念上呢，第二句话就把这个概念往前推了一些。当然，如果你留意诗歌的时候，这意义上的平行体也有反义的通过反义的方式呢，来让你看到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它的意思是相反的，是相反的。不过概念上是相同的，概念上还是把这个概念记得第二句话，第二句相反的话，把这个概念往前推，往前推。我们来试试看，比如来看看这诗篇30篇第4节。诗篇30篇第4节，所以这里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第一句话，对吗？我的概念是，神生气，神愤怒于我们，只是一下子而已。如果你留第二句话的时候，第二句话它是反义的，因为第一句话讲的是怒气，第二句话讲的是恩典，第一句话讲的是转眼第二句话讲的是一生。但是概念上是一样的，不过他把这个概念更丰富化了，他把这个概念带到前面去了。第二句话就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管教我们神生气于我们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不过神给予我们的恩典
是一生之举的。你看到吗？这诗人借着这样的一个平行体来把这个概念带到前面去让我们明白，我们有一位施恩于我们的神，虽然有时候他通过苦难来训练我们，来磨练我们，不过要记得，这样的苦难只是转眼之间的，因为神的苦难背后有那一生之久的恩典。所以刚才我说过了，这平行体有意义上的平行体，不过平行体呢也有结构上的平行体 （structural parallelism）。structural parallelism。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来看诗篇第8篇第4节的时候，这一段话是很熟悉的这其实让我们看到有一种的结构上的平行体。就是在这结构上，我们看到诗人不只是用意义来把概念推出来，甚至诗人让我们看到，原来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结构，在这里像一个波浪式的一个结构它如果你看第4节的时候，诗人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看到没有？如果你留意分析这节经文的结构的时候，你发现它好像是重复的，不过它又好像不太一样第一前面的4个字说人算什么，过后你发现世人算什么它有第二部分你竟顾念他，它有另外一部分你竟眷顾他。所以为什么诗人要这样写呢？诗人这样写的是，因为在希伯来文诗里头呢，这是他们写诗的方式，这也是非常优美的。所以当弟兄姐妹们以后我们读诗歌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注意在意义上的平行体，你也可以留意一下，在结构上诗人是否借着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让我们看到这诗歌里头的那个优美，那个优美。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刚才我有稍微介绍，在希伯来文诗歌里头用了很多很多的形象，有时候你可以说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喻，你甚至可以说诗人借着文字来把一幅图画画给我们看诗人借着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战神神是我们的磐石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高台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形象，让我们感觉到，让我们感受到，让我们更容易的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与我们的关系。有时候这些形象不只是用在神身上。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看这诗篇102篇的时候，你看这诗人怎么说？诗篇102篇第9节，诗人要你想象，想象什么呢？他说：“我吃过如微，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所以诗人要你和我想象想象他的悲哀，他的伤感，到一个地步，他吃的是灰，他喝的是眼泪这是相当形象化的。当你想象这一幕的时候，其实你和我里头会有情绪你和我里头会走进诗人他里头的悲哀，他里头的伤心，这也就是诗篇的好处。当你和我悲哀、伤心的时候，其实诗篇里头有许许多的诗歌帮助我们通过我们的感受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你甚至会发现这些比喻形象可以用在东西物件之上，东西和物件之上。打个比方，我们说拟人化 personification。如果我们看这诗篇96篇第11、12节的时候，你听听看，这里说什么？他说：“愿天欢喜。”天好像会快乐的会欢喜的。过后诗人就接着说：“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的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也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诗人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希伯来文诗独特的方面。当你和我读希伯来文诗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有这几方面非常独特的非常独特的这些工具，它通过简短的话
通过平行体通过形象来帮助我们，借着想象力来帮助我们，通过我们的情感来教导我们认识神，教导我们可以凡事在人生的不同的情况，可以在高峰，可以在低谷，我们都可以借着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下一回或许你可以尝试，借着这3方面：简短、平行体和形象来认识、来看一段圣经节、一段诗篇那你发现，其实我们对那首诗歌的那个认识会加深，更容易走进这诗人的处境里头。